又停了，这都半个月了。腊月28交不上，年底奖金怕是悬了。看什么看？厂里养你们吃干饭的，一台机器半个月修不好。杜主任，这线路我真不敢乱动，再烧一块板，配件都没地方买。不敢动，不敢动，你穿这身工作服干什么？骂人修不好机器。沈兰芝，又显着你了，进口差床，不是你家缝纫机。我没说我一定能修好，但再这么乱拆，今天坏线路，明天坏油库，后天就只能等厂长去赔合同。那你说怎么修？先别拆板子，3天前压力上不去，昨天送料错位，今天主轴停，毛病不一定在电路，先查液压和行程开关。他说的像那么回事儿，光骂电工没用。老王，你也跟他胡闹。机器趴屋，奖金趴屋，谁能让他赚，我就听谁的。想拿奖金的留下，想看热闹的往后站。沈姐，我照灯，我记数据。我拆液压阀，兰芝，你定行程。行，我看你们能折腾出什么花来。出来了，尺寸对，毛边也轻，能干活了。赚了，真赚了！这下鸡蛋有救，奖金也有救了。瞎猫碰上死耗子。闭嘴！别围了，机器能转只是第一步，急单还差一大截，换班的人接上，别让他再空着。沈姐，你3天没合眼，还想着接班呢？机器醒了，人就不能倒。听说残压车间那台进口冲床是沈兰芝带人修好的，连熬3夜呢，要不是他，急单悬了。杜主任，厂长今天肯定得表扬您，您管冲压这么多年，功劳跑不了。少说2句，大会上听安排。同志们，腊月里厂里最紧的一件事就是外贸配件急单。进口冲床停了半个月，大家都知道，机器一停，订单交不上，年终奖金也要受影响。这话不假，那几天车间跟结冰似的。关键时候，沈兰芝同志带着抢修组连熬3夜，把机器修好，保住了生产线。沈姐，厂长点你名了，别闹，听会。经厂班子研究决定，冲压车间主任由沈兰芝同志担任。女主任？女主任怎么了？机器是人家修好的。杜主任，这不是抢您的位置吗？闭嘴！沈兰芝同志，中压车间交给你，最要紧的是2件事：机器别趴窝，急单别掉链子。厂长，我不敢说漂亮话，机器我会盯，急单我会保，工人的奖金我也会尽力守住。主任，他也配坐稳。沈主任，往后我们前压车间可出名了。出名不出名先不说，新主任上任是不是得热闹热闹？沈主任，新官上任，怎么也得请一顿吧？对呀，沈主任，请一顿。人家刚帮咱保住奖金，别把人吓跑了。请，腊月26晚，红梅国阳饭店4桌。抢修组、叶班度几位老师傅都来，我请。沈姐，那我们可真去了。4桌。沈主任刚上来就分亲疏啊？全场工友不配吃你这顿饭？是啊，刚才台上说的多好，什么工人的奖金，什么责任，下了台就只认抢修组了？我请的是一起抢修机器的人，不是拿主任帽子换热闹。沈主任说的明白，人家卸奖修组又不是办全场大会餐。杜主任，写沈主任请全场年夜饭，这是不是太直了？直了，他有话抓，写糊糊点，别写他全款请，写牵头招待，写团圆年夜饭，工人听见心里自然会当成他请。到时候人都去了，他不认也得认。一个女主任第一天就敢让全场人下不来桥？他不敢，他要脸，厂长也要稳。腊月26还有3天，足够把这局做圆。杜副主任这么晚找我，什么事儿？刘技师，广播站明天帮忙念个通知。厂里聚餐通知，按说得厂办盖章，
哎呀，刘姐，沈主任升任，车间里热闹热闹，又不是发工资。年根底下大家都忙，厂办那边我去说，你就念2遍，给工友们提个醒。杜副主任，话得写稳当，将来别说是我乱拨。当然稳当，上面没写谁掏钱，只写沈主任牵头招待，你怕什么？明天早上第1遍，中午再1遍。杜主任，通知一波，全场都知道了。明天一早把通知贴出去，再让广播站念2遍。我要让全场都知道，这顿年夜饭是沈兰芝请的。主任的位置不是谁修好一台机器就能坐稳的，他想做，就先过人情这一关。兰芝，机器是转起来了，可模具配件还卡在外销厂，没有那批电扁和定位石，急单只能压一半。所以你得亲自跑一趟。外销厂那边拖了2天，电话里催不动。我去。车间这边夜班走，照原排班走，王师傅盯机台。这一趟可能要2、3天，腊月26前能赶回来最好，赶不回来，急单先不能断。我定了凡局在26晚上，只请抢修组和叶凡组。要是我晚回来，就让赵梅先带人过去，让我回来结。行，你把配件催回来，就是给全场过年。沈姐，这么早要出去？去外教厂催模具配件，快的话明晚回，慢的话26捧晚。沈主任，这刚上任就出差，车间这么一摊事儿，您放心啊。我不在，机器照样转。主任不是站在门口喊2嗓子才算管事。也是，您现在是主任，说话硬。2、3天不在，这可太巧了。钱厂长派他去的，亲口说的，外交厂催配件，最早26傍晚才回。我要的就是这几天空档。那我现在就贴。腊月26晚，红星机械厂团圆年夜饭，沈兰芝同志牵头招待。稳得很。这牵头招待4个字儿真没事儿。没写他全款请，也没写厂里报销，你照念。通知，腊月26晚，红星机械厂团圆年夜饭由新任冲压车间主任沈兰婷同志牵头招待，饭后另有慰问品发放，请各车间职工相互传报，准时参加。还发慰问品？沈主任这回真大方啊，刚上任就请全场。这不是沈姐说的，她人不在厂里，这话已经飞出去了。王经理，我们厂内单桌数改成38桌。38桌？全场团圆年夜饭，38桌还算省的。最早只是个小饭局，现在38桌，还要酒。沈主任本人一次都没来过。王经理，红星厂这么多年在你这儿吃饭，你连这点面子都不给？面子归面子，账归账，这么大的单子，照规矩得本人点头。我点头，我签字，出了事儿找我，那备注也得写清楚。写清楚。白酒20箱，香烟10条，罐头30箱，糕点20盒，茶叶20份，毛巾肥皂也备上。这比有些单位正经福利还多。少打听，红星厂新主任大方。这些东西我都按单子记，谁领谁签，别到时候说不清。放心，饭后发给工友，不会少你的账。杜主任，38桌里主桌留2桌，2桌，领导和贵客席，供应商周老板，还有我大舅那边几个人都安排进去。我那2个朋友在后面，别做太显眼。明白，名头挂沈兰芝，谁还敢问？车间还在开机吗？开着呢，沈主任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最后通知，请各车间职工今晚准时参加沈主任年夜饭，饭后领取慰问品，地点红梅国营饭店，请相互转告，准时参加。沈主任，你这回请的可大呀，全场都说今晚去红梅。谁说我请全场？广播里都播2天了，说你牵头招待，还有慰问品。沈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！马卫东把话传疯了，说你请全场吃年夜饭，还发东西。钱厂长知道吗？厂长下午去市里开会了。杜国平说这是你升主任的场面，谁问都说等你回来认。通知上写的是牵头招待，没写你全款请，可大家都当成你请客了。好话他说，账让我背。咱们现在去找杜国平，先把配件送车间，交给王师傅。
鸡单不能停。那你呢？我去红梅饭店。你一个人去，他们人都坐下了。人坐下了，就先别让真工友饿着。可我没点头的账，谁也别想按我头上。我跟你去。沈姐，他们把你名字都挂门口了。挂得这么亮，是怕我看不见？沈主任来了！沈主任来了！今晚全靠沈主任撑场面。沈主任，恭喜啊！今晚可真热闹。大家下了班过来，辛苦了。沈姐，主桌那几个不像咱厂里的，先别问，记着。兰芝，大家都坐下了，年根底下就图个热闹。你刚当主任，可别让工友们寒心。我们也是听广播来的，不知道里面还有说法。工友们下了班来一趟，不该让大家饿着。饭店的事儿，我先问清楚。这就对了嘛，新主任，场面上得有气量。气量不是糊涂账，杜副主任，谁让你做主桌陪客人的事，等会儿也得说清楚。沈主任，你可算来了。王经理，我原来订的4桌还在吗？在。腊月26晚，红梅国营饭店4桌，抢修组、夜班组几位老师傅，订桌人沈兰芝。兰芝，大家都等着敬你酒，你跑柜台干什么？问我自己点头的东西。4桌之外的桌谁改的？加桌的人不是沈主任本人。现在问这个干什么？大家饿着呢。沈主任刚来就查账啊，菜都凉了。要不我们先别吃了。谁说不让吃？真正下班来的工友，坐下，饭先上，热菜别凉了。王经理，那菜还上吗？上。这才像话，年根底下别把好事弄难看。我原定的4桌，单独算。其他加桌、酒水、慰问品，谁签的，单据另放。沈兰芝，当着这么多人，你这是要拆台？台是谁搭的，账就谁认。你要是没做亏心事，怕我分担干什么？你分你的账，别耽误大家喝酒。哈哈哈哈！来，服务员开酒。这批酒不在沈主任的原单上，是杜副主任和马卫东后来追加的。酒一开封，账就落下了，我得找签字人当面确认。走。既然他要当着大家开酒，就当着大家把酒单说清。杜副主任，酒先别开。王经理，菜照上，酒照开，你又拦什么？这20箱白酒和慰问品都列在腊月25那张追加单上，签字只有你杜国平。现在要开封，我得当面确认这批酒算谁的账。那是今晚年夜饭用的酒，当然算在饭局里。20箱，咱厂吃顿饭用得了这么多？我还以为每桌1瓶，意思意思就行。字儿是我签的，可这酒不是给我一个人喝的，是给全厂工友准备的年终福利。福利？那是厂里发还是这顿饭里发？真是厂里福利，怎么签的是杜副主任个人名字？好，既然你说这20箱酒是全厂福利，酒单先放在这儿。你什么意思？个人签名不能凭一句话变成全厂福利。赵梅，去厂门口看看钱厂长回来没有，没回来就先请保卫科老秦过来。我这就去。人在来之前，我先问3件事。杜副主任，你既然说这是全厂福利，就一件一件答。第一，谁决定的？全厂福利是厂长会定还是工会定？厂办有没有签字？沈兰芝，你少拿规矩压人，大家辛苦一年，吃顿饭还要开会。第二，钱从哪里出？走厂里公账要有审批，走工会账要有名单，走个人账谁答应谁掏。杜副主任，你说这是福利，那钱从哪本账出？这话问到根上了。那杜副主任答得上来吗？钱的事儿，后面厂里自然会处理。哪个厂里？谁处理？厂长知道吗？厂办批了吗？厂长要是知道，刚才怎么没来？工会发福利，哪有饭店先摆出来再说的？大家别听他绕，他就是不想认这顿饭。我第3个问题还没问。第3，名单在哪里？全厂福利发给哪些职工？夜班有没有？病假有没有？退休返聘有没有？名单在哪里？谁领过？谁没领？谁签收？沈兰芝，你是不是非要把好好的年夜饭搅黄？不是我搅黄，
是你说它叫福利，福利不是谁草门大谁就能挂出来，福利要让该领的人领到，不该领的人不能混进去，否则今天大家吃的是饭，明天背的是糊涂账。他问的也对，福利要是没名单，后面谁说得清？那主桌那几个是咱厂的吗？沈主任，我们真不是来占你便宜的。我知道你们听广播来的，没错。下班了，肚子饿，坐下吃饭也没错。错的是有人拿你们当幌子，30几桌，20箱酒，这么多烟和年货，到底是请工友的，还是借工友的名头办自己的事儿？一笔一笔对出来就知道了。田厂长，赵梅，你不在饭店吃饭，跑这儿干什么？厂长，饭店出事儿了。杜副主任把沈姐原定的小饭局改成38桌，还说是全场福利，酒水年货都签了单。谁批的？沈姐刚问了，没人答得到来。现在全场工友都坐在饭店里，沈姐怕真工友饿着没掀桌，可杜副主任一直说他寒工友的心。走，沈兰芝，你口口声声规矩，规矩能当饭吃吗？工友们一年到头辛苦，就想过个热闹年。规矩不能当饭吃，但没规矩，饭钱会压到不该压的人身上，东西会跑到不该跑的地方。不该跑的地方。厂长来了，这下真要说清楚了。厂长，你来的正好，沈兰芝不认全场年夜饭。厂长，大家都坐下了，他非要查这个查那个，弄得工友们饭都吃不安顿。谁通知全场来的？我广播站播的。厂办签字了吗？厂长，年底了，我想着替大家热闹热闹，没必要事事麻烦厂办。兰芝出门前跟我报备的是4桌，杜国平，你把4桌改成38桌，还说成全场福利，谁批的？没人批准，饭店的追加单上却签着你的名字，杜国平，你还有什么说法？厂长，我是为了团结工友，沈兰芝刚升主任，我想着帮他把场面撑起来。撑场面可以提前跟我说，用我的名字广播全场，再让我当场认账，这不叫帮。是啊，沈主任刚从外交场回来，他要是不来，这账不就全落他身上了？厂长，年根底下真要当着工友们查吗？这多伤和气。你是红星厂哪个车间的？我不是红星厂职工，我做配件生意，是杜主任叫我来做的。你口口声声说这是全场福利，怎么供应商坐到主桌上了？年根底下都是熟人，添双筷子的事儿没必要分那么清。吃顿饭可以不分亲疏，账和福利名额必须分清。既然杜副主任坚持说这是给全厂职工的福利，那就先把人头对上。红星厂职工照常吃照常领，外来的也不敢。谁带来的，谁在饭店单上签字，让老秦拿花名册逐桌核一遍，别让真正的职工被人顶了名额。还要喝人？沈兰芝，你这是把工友当贼查！我查的是人头，不是工友。红星厂职工怕什么花名册？怕的是混进来的人。我是红星厂的，合就合，别拿我们当挡箭牌。对，真是厂里福利，就该按厂里人来。王经理，先别再发酒水慰问品。明白。后院东西先封着。去厂里叫保卫科老秦。我去。让他拿花名册和工作证登记本过来。厂长，真有必要闹这么大？杜国平，是不是闹大？要看这38桌里坐的都是谁。饭没吃完，别急着走。谁要核人？从第1桌开始，拿花名册一个一个核。杜主任，这么核下去，闭嘴！姓名、车间、工号。刘长河，重压车间2班。有。下一位。这么核也没啥，咱本来就是厂里人。你姓名？我姓高。哪个车间？
我不在车间，我是家属。谁的家属？我大舅，过年从仙下进城，顺道吃口饭。杜副主任的大舅，那怎么做到全场年夜饭来了？这不是常理职工啊！第二桌这位高大爷，记杜主任带来的人，饭钱单独挂杜主任名下。记下了。沈兰芝，一个老人来吃口热饭，你也要算？老人吃饭没人敢，可不能拿全场工友的名头让我替你大舅结账。你们两个姓名、车间。我不是厂里的，我们是卫东哥朋友，来热闹热闹。过年嘛，带两个朋友热闹热闹，怎么了？热闹可以，人头记你名下。第5桌2名外来人员，马卫东带入。汪经理，你念这么大声干什么？你刚才不是说热闹吗？热闹也得有账。我们还以为都是厂里工友，你朋友吃饭，凭啥算沈主任请？姓名：周成发，做配件供应的，跟杜主任熟。红星厂职工。不是，我也是杜主任叫来的，说沈主任生日，大家认识认识。这哪是全场年夜饭，这是杜副主任赞人情局吧？花名册没有，工作证登记本也没有。我们是马卫东喊来的，他说今晚人多，不差2双筷子。你少乱说啊！不是你在厂门口说沈主任请客，尽管来吗？马卫东，你这是把沈姐当饭票往外撒呀！先记人，花名档里面没有的人，我都记下了。谁带来的也在旁边做了标记。人头已经清了，下一步把谁家的桌、谁签的单和这份登记对上，免得有人还往工友身上推。王经理，把关键单务说清楚，今晚只说一遍，别让大家猜。好。沈主任最早定的是抢修组、夜攀队和几位老师傅，这张原单单独放。38桌只改过一次，改桌数、加酒水、添慰问品，都写在这张追加单和后面的附件清单上。主单签字人只有杜国平。第5、第6桌的2个外人是马卫东带来的，主桌上的周老板和杜家亲戚是杜副主任带来的，带人者已经和刚才的登记对上了。白酒20箱，香烟10条。以及罐头、糕点、茶叶、毛巾、肥皂都列在这份附件里。他跟着杜国平签的主单走。20箱，怪不得刚才一上就是一排。广播稿是谁给你的？这2条烟又是谁给的？烟是杜副主任塞给我的，我没走厂办盖章，只按日常通知的口径撕播了2遍。坐下，后面厂里会问清楚。清单上的箱装慰问品，饭店还没正式发放。这不是替全场争福利啊！这是把沈主任的名字挂前头，自己在后头签单，请人拿东西。我们吃顿普通饭就行，你们把亲戚朋友都叫来，还让沈主任掏钱，这算哪门子全场年夜饭？你们别被他带偏，过年热闹一下怎么了？热闹不是拿别人名字赊账。够了！人头核完了，签字也对上了。王经理，单上备了多少慰问品？后院现在还剩多少？接着清。厂长，东西这边我刚才也觉得不对。哪里不对？账上备的数量和后院剩的数量对不上。后院数量对不上。饭店后院东西多，可能是你们自己数错了。那就当众再数一遍。
老秦，你带2个人去后院，王经理一起，现在就去。好。赵梅，盯着他。明白。这里原来码了3排罐头，地上有新拖痕。罐头18箱，茶叶12份。账上罐头30罐，茶叶20份。香烟呢？只剩6条，少了。账上是罐头30箱，茶叶20份，香烟10条。后院现在少了12箱罐头，8份茶叶，4条烟。饭店还没正式发东西，后院却少了这么多。你一直在后厨，看见谁进过后院搬过东西？我在后厨切菜，看见有人搬。你看清楚了吗？就乱说！后厨那么忙，你别瞎掺和。你只说你看见的，谁也不能因为你说实话就找你麻烦。我是保卫科的，你说清楚，谁搬，往哪儿搬？刚才上第1轮热菜的时候，后院乱，我看见有人从侧门搬罐头和茶叶。说啊，谁让搬的？是马卫东，还有杜副主任的侄子。你胡说！你看清楚了吗？马卫东，你再吓唬证人，明天就不是说明情况这么简单了。我看清了，上第1轮热菜的时候后院乱，他们从侧门往外搬箱子，3轮车就在侧门外停着。搬的是什么？罐头、茶叶，还有用牛皮纸包着的烟。拿工友名义备的东西，先从侧门搬走。那些东西是给夜班工人先送过去的。哪个夜班？就是夜班。哪个车间？谁签收？送到厂里哪个门？我们2班的人都在这儿，没人通知领东西。厂里发东西不可能送到饭店侧门外的3轮车上。杜主任安排的，我就是搭把手。马卫东，你说话过脑子。他们搬的时候说是杜副主任安排的，先送走，免得后面人多不好拿。我是怕饭店弄丢，先让人看着。怕弄丢就该锁在饭店后院。从侧门拉出去的东西是看着还是搬空？拉到哪儿了？让保卫科去看一眼就清楚。带2个人顺着侧门车印查。现在去。你就别去带路了，省得路越带越偏。3轮车轮印儿，新压的，往家属院方向去了。秦科，追吗？追，东西要还在车上，一眼就明白。这箱茶叶盒上的，带上。厂长，找到了。在哪儿找到的？杜副主任家门口。不可能！你急什么？我还没说完。3轮车停在杜副主任家门口，车斗上还有没卸完的罐头和茶叶，香烟包在棉被下面。车把上挂着饭店后院的麻绳。真拉到杜副主任家了？刚才还说送夜班，看东西看到自己家门口去了。饭我们可以不吃，可拿我们的名义把年货往自己家搬，这事儿不能算。够了！老秦，立刻把拉走的东西追回来，先封存在饭店后院，谁也不准再动。已经让人守着车了，我马上带回来。王经理，今晚饭店现场先不做场内处分，但账必须先拆清，不能让不该背的人背。有厂长这句话，我就按签字人另立单。
外人饭钱登记到带人者名下，被拉走的年货追回封存，所有单据、广播稿、饭店签单，明天一早交厂办核查。厂长，我明天去说明。我真没想到会闹这么大。你是广播山和工会干事，厂办没签字的通知你不该播。厂长，那今晚这些谁签字谁说明，谁带人谁说明，谁动手搬东西谁说明。厂长，饭店现场就这么让外人看笑话？杜国平，笑话不是今晚查出来的，是你把三轮车停到自己家门口的时候闹出来的。沈主任，这是你原定4桌的账，菜按原来定的算，没把后面那些混进去。沈姐，要不明天再结？你刚跑回来。我答应过的，今晚就结。 4桌饭钱结清。我点头的，我认；别人按的手印儿，我不背。沈姐，今晚我们都听见了。这话一应也清楚。沈主任，刚才我们听广播来的，真不知道里面这些弯弯拗。我知道，饭该吃吃，别让别人拿你们挡仗就行。 差点就成了别人家年货。今晚这饭吃的不香，但看明白了人。杜国平、马卫东、刘桂香，明天一早到厂办说明情况。今晚谁也别在私下串话。知道了。兰芝，今晚你处理的稳，至于剩下的，明天厂办会查。沈姐，总算过去了。 没过去，还没过去。沈兰芝，还有话。饭桌上你能翻账，车间里你翻不了人。明天那批急件、工序卡、模具垫片、2班老师傅，哪个不是我这些年带出来的？我看你这个主任怎么做。杜国平，你还想拿生产撒气？我说什么了？车间的活本来就不是谁嘴硬谁能干，那就车间里见。 杜主任，明早我先去车间。该拿走的拿走，他不是能耐吗？让他空手开机。工序卡呢？沈姐，不见了，昨晚还在卡架上。碟片少了一套。 2班几个熟练工被马卫东叫去搬材料了，说是杜副主任安排的。沈主任，饭桌上的账好算，机台上的活可不好算。沈主任会算账，不一定调得动人。饭店能赢，机台可不听嘴皮子。别吵，吵一架，急件不会自己出来。工序卡不见了，垫片也不齐，人也不够。沈主任，要不今天先停一停，等杜副主任从厂办回来再说。急单停1天，奖金就是少1格。 谁想停，站出来说！去把被叫走的熟练工叫回来。我去。他们搬的是厂里材料，你说叫就叫。材料晚半小时能搬，急件晚半小时订单就悬，出了岔子我担。你要拦，就把名字写到停机原因上。杜主任还要把人叫回去。让他叫。工序卡没了，垫片少了，人回去也白搭。 车间不是饭店，没有我的老底子，他开不了机。别搬了，急件机台等人。马卫东说杜副主任安排的，材料今天必须归堆。急件不压出来，你归一仓库材料有啥用？赵梅，不是我们不去，杜副主任管了这么多年，谁敢得罪？不用你们得罪谁，是我叫你们回机台。 沈主任，回去要是出了废件儿，废件算我的，停机也算我的，你们只管把手艺拿出来。主任都这么说了，还搬啥材料？走，回机台。沈姐，你真把责任全揽了。主任不担事儿，只会喊人，谁还听你的？人是回来了，卡呢？ 没有工序卡，谁敢开机？
工序可没了，就按旧样品倒推。倒推？量尺寸，试压力，看毛边。先把能看见的东西盯住，再把参数补回来。他这是不跟雕的卡较劲，先把活路找回来。赵梅亮外援，孙霞记数据，老周盯送料，王师傅找备用对片片。所有人报数要大声，别藏在心里。没有原卡，靠猜也敢开，出了事儿谁负责？我是主任，我负责。你要是不敢担事儿，就别挡机台。这话像个带班的。别愣着，主任担了，咱就干。量尺寸，试压力，看毛边。别说悬的，就抓这3步：尺寸不对，调线位；压力不稳，调行程；毛边重，看垫片和母口。备用的还有，就是旧了点儿。旧的也比空着强，先比厚度。外延32.6，孔距24整，32.6 24整。报的再响，机器也不会听你的。第一次射压，空跑一遍，别上料。落点没偏太多。上第一片料。压了。压。毛边重，尺寸还差一点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没工序卡压出来就是废片儿。这是试件，不是交货片。毛边重，垫片薄了。换后半里的。第一组毛边重，垫片调整，写清楚，以后谁看记录都知道为什么调。毛边轻了，可尺寸偏了。线位往回一点，往回1毫米，压力别动。他不是乱试，他每一步都记着。有记录，后面能接班。这次压出来，先别喊好，量完再说。外延对，孔距对。毛边轻，能进质检，能压。连压实践，送质检，实践都过，再开批量。你这是运气好，运气不会量尺寸，也不会写记录。第6件尺寸合，第7件毛边轻。声音稳住了。沈主任，我搬毛坯，放左边，合格件放右边，费事量件别混。你们都想好了？杜副主任还没回来呢，别到时候两头不讨好。马卫东，你要说话就站到台前说。说什么？说你今天要不要让急单停？说你拦工人回岗是为了生产，还是为了给谁出气？我什么时候拦生产了？我就是提醒大家，出了废件谁负责？我刚才说过，我负责。申姐，写在明面上，大家才敢干。主任都把话写上去了，咱还说什么？开机。实践齐了。送质检。第1件合，第2件合，第3件合。10件全合，可以开首批。沈姐过了，拿合格单回车间开批量。听说工序盒没了，这么快倒回来不容易。不是我一个人倒的，车间里手还在，活儿就不会断。
实践全合，可以开首批。这下谁还说沈主任只会算饭桌账？人家敢担责，咱就敢干。别光高兴，合格单只是开头，今天首批压出来，晚上才能喘气。沈主任、厂长，我拿首批合格单去仓库登记，老李没敢签。他说今天的新单和过去留下的旧账接不上。今天这批用料和合格数能不能对上？旧账又卡在哪一栏？今天这批能对上，问题是老李往前结账时发现，过去领出的材料账上大多已经继承合格入库，仓库里却还压着一批挂着反弓条、废件条的实物。过去一直这么记。老李说不止1、2笔，月底为了把产量报平，反重件、废件先按合格件入账，后来又没及时冲回来。怪不得有时候月底奖金被扣，说是损耗高，却没人说清损耗在哪儿。我们还以为是自己干活不仔细，要是账本早就糊着，扣钱扣谁头上了？沈姐，首批还压着呢。老周盯机台，王师傅看垫片，孙霞接着记数据，流程不停。我去仓库看账。放心，机台不断。兰芝，这次别只看今天的账，把过去和急件相关的也翻出来。饭桌上的账清了，车间里的账也该清。沈主任，我不是不想说，过去冲压车间的账，杜副主任说怎么入，我就怎么记。今天不问你站谁，账本打开，只看每一笔怎么记，对应的实物放在哪儿。账能打开，可这些反弓条压了几个月，和以前的报表都牵着。牵着也得看，工人的钱不能一直糊在这本账里。只查跟这批急件、料号和工人奖金有关的旧账，别扯成新案，也别把生产停下来。沈主任，你看这几栏，账上写合格入库，可旁边夹着反弓条。合格件和反蓝件混着入。过去杜副主任说，月底报表不能太难看，反弓件先按合格入，等有空再反出。2个月前的反弓件还叫暂存，所以工人奖金被扣了，也不知道扣在哪儿。查到什么程度？不是大案子，就是车间旧毛病。杜国平为了报表好看，把废件、反弓件、合格件混着走账，表上漂亮，料号变大，问题往后压，最后扣到工人奖金上。这不是小毛病，生产账糊了，人心也糊。厂长，我也有责任。过去冲压车间谁说了算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不敢顶。今天不是让你一个人背，账本打开，就是为了以后别再让一个人说了算。通知杜国平、马卫东、刘桂芳，下午开厂内处理会，年夜饭的账、车间的账一起说清。今天不吵架，只按纸面和事实说。第一，年夜饭最终清算。年夜饭，红梅饭店按昨晚拆开的个人签单追账，谁签谁认，厂里不走公账。沈兰芝只承担已经结清的原单。厂长，38桌毕竟是厂里人吃了大半，厂里人吃的那部分，也不是你能绕开厂办挂别人名头签出来的理由。第二，慰问品重新发放，被拉走已追回的罐头、茶叶、香烟由工会按花名册重新发给真正职工，原本没领到的夜班工人补领。厂长，那2条烟我交回去。交回去？我交。刘桂香，没走厂办盖章，用日常通知口径撕拨2遍，又收了2条烟，记过1次，你承担违规拨通知和收烟的责任，不按主谋处理。以后涉及福利、聚餐、招待的广播，必须由厂办签字。我认。第三，重压车间全力重新落位。厂长，饭店的事我认，可车间我干了20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
苦劳不能把工序卡拿走，也不能把返程件当合格件入账。杜国平，撤掉冲压车间副主任职务，调离冲压车间，接受厂内进一步核查。厂长，那我……马卫东，调去后勤搬运组。你喜欢叫人搬材料，以后就正经搬。冲压车间从今天起，工序卡、模具垫片、材料出入库由主任、质检、仓库三方签字。不搞一堆花架子，就把最容易卡脖子的3处放明面上。工序卡在明处，垫片在明处，料也在明处，活就好干。谁能让机台转起来，谁能让账对上，谁就做这个主任位。沈姐，这样写行吗？仓前领卡，搬后交回，质检签字。行，字儿大点，别藏角落。垫片按厚度排好了，谁拿谁在本子上写一笔。这就对了。以前谁顺手拿走一片，第2天全车间找。沈主任，以后领票我不光看车间签字，还要质检那边对一眼。你看，奖金也出来了，比去年多10几块。10几块够买不少东西了。沈姐，这个月返位件单独记，废件单独记，合格件单独入库。仓库那边说这次数对上了，数对上，奖金才对得上。厂门口都在说，这回冲压车间奖金多，别的车间眼红了。眼红就学，别学请客，学记账。沈主任，有事儿？年夜饭那天我们听差了，广播一播，就真以为是你请全场。那天还跟着说了2句难听话，现在想想不该。听差了不要紧，以后看谁签字，谁拿东西，谁干活，就不会再差。这话我记住了。有空道歉，不如把今天这批料搬到位。奖金不是说出来的，是干出来的。行，沈主任，我去搬。现在倒听话。不是听我话，是听结果的话。沈主任，王师傅，饭店那边还有账没清？原单早清了，正式收据给你留个底儿。兰芝，晚上还回去那么晚？今天不熬夜，机台转得起来，账本清得下来，大家能拿钱，我就回家睡个踏实觉。这声听着比酒杯碰杯好听。酒桌上的热闹散得快，机台上的踏实能过日子。活在明处干，账在明处算。这个主任我就这么当。